大家知道吗？这10年来，中国各路官老爷们在新能源汽车上到底烧了多少钱？一个恐怖的数字：6853亿。这可不是我瞎编的，是第一财经统计出来的。而这些钱最后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遍布全国的烂尾工厂、荒草丛生的厂房，还有一座座触目惊心的电动车坟场。咱们先看看这10年的惨状。2014年到2019年，市场上冒出了60多家所谓的造车新势力。这些企业当时吹的那叫一个响亮啊，说要打造中国的特斯拉，要颠覆传统汽车产业，甚至扬言要超越特斯拉。结果呢？到今天就剩8家还在苟延残喘，而且这8家里有2家已经半死不活，另外1家的员工天天在网上讨薪。大家知道这些倒闭的企业烧了多少钱吗？我给大家算算账，这些已经停摆的造车新势力，产能规划是389万辆，累计融资额高达1070亿。1070个亿啊！这要是用来建设民生工程，不知道能干多少实事。但是现在呢，全打了水漂。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些地方政府，浙江、江苏、江西3省的18个地方政府，争先恐后的给这些造车新势力送钱送地，合计规划投资超过1500亿。结果现在怎么样？浙江就剩个领跑汽车在苦苦支撑，江苏就剩个理想汽车在死撑，江西那更惨，基本上全军覆没。这不是在造车，这分明就是在造一个巨大的圈钱盘子。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。第一财经的统计数据显示，这10年来，中国23家造车新势力规划的总产能达到了惊人的1355万辆，投资规模更是高达6853亿。而现在呢，已经明确停摆的造车新势力的规划产能就高达1030万辆，规划总投资6065.8亿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87%的投资都打了水漂。要说最离谱的，还得是那些地方政府的补贴力度。一份江西某市的审计文件显示，为了拉一个新能源车项目落地，光是产业引导基金就给了27亿，还承诺再给10亿用于研发和市场开拓。不仅如此，还专门给了6亿元用于整车制造资质申请的补贴。这么算下来，一个项目就砸进去43个亿。现在好了，项目黄了，钱打水漂了，但是背这个锅的可不是那些官老爷们，而是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啊！说到烂尾车企，就不得不提2个重量级选手蔚来和恒大。这2家企业啊，一个还活着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，就是都创造了一个奇迹，亏损超过1000亿。咱们先说说还在喘气的蔚来。从2018年到2024年上半年，蔚来的亏损额已经突破1000亿。光是今年第3季度就亏了44.13亿。但是蔚来还在那喊着明年销量要翻倍，2026年要实现盈利。我都想问问李斌，你这是要把亏损也翻倍吗？再看看已经破产的恒大汽车，截止去年底，恒大汽车累计亏损已达1108.41亿，今年上半年又亏了202.56亿。更离谱的是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恒大汽车总共才交付了1429辆车，但是负债却高达743.5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恒大每卖一台车，平均亏损7980万。我算了一下，这钱够在北京2环买一套4合院了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一个笑话。2020年9月的时候，威马汽车完成了100亿元D轮融资，创下了造车新势力史上最大的单轮融资记录。当时投资方包括江苏昆山、安徽合肥、湖南衡阳等地方政府。结果呢，3年后的2023年10月，威马就去法院申请破产重组了。这100个亿啊，就这么打了水漂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地方政府现在开始后悔了。比如天津，今年5月就找恒大要求退还约19亿元奖励和补贴，但是恒大已经破产了，这钱估计是要不回来了。现在想想，这些钱要是用来发展民生，该多好啊！我再给大家爆个猛料，目前造车新势力的产能利用率有多低？你们猜猜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整体产能利用率只有57%到76%之间，未来的表现更差，产能利用率连50%都不到。也就是说，建了那么多工厂，但是一半的产能都在闲置，这不是在烧钱是什么？最让我震惊的是哪吒汽车。前段时间，越来越多哪吒的员工在网上讨薪，还建立了维权群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哪吒亏损了68.67亿，过去3年累计亏损183.8亿。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员工都跑去讨薪了，这不是等于变相承认快要完蛋了吗？而合创汽车就更惨了，11月份直接裁掉了上海分公司所有员工，而且连赔偿金都拖欠。现在广州总部就剩50来个人在那维持运转。我觉得与其说是维持运转，不如说是在给这家公司收尸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这不就是当年共享单车的翻版吗？一样的疯狂融资，一样的烧钱补贴，最后一样的全军覆没。这些所谓的新势力，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本的狂欢，而最后埋单的还不是中国老百姓吗？说到这里啊，大家可能会问，既然造车新势力这么不靠谱，为啥中国还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它？而且明知道产能严重过剩，竟然还在继续支持，这里头的猫腻可就大了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2023年中国电动车出口暴增70%，达到341亿美元，其中差不多40%都出口到了欧盟。听起来很厉害是不是？但是大家别被这些数字迷了眼。问题在哪儿呢？首先是产能严重过剩。据统计，从2019年到2023年，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额增长了160倍。听着吓人，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。按照国际标准，一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80%，就算是产能过剩了。那中国现在是多少呢？60%到70%，这说明啥？说明1/3的产能都在躺着睡大觉，这不是在烧钱是什么？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工信部早在2018年就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。这个平台能干啥？能实时收集汽车的运行里程、行驶轨迹、充电数据等信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你开着一辆新能源车，政府就能24小时跟踪你在哪儿、去哪儿、停哪儿。这哪是什么汽车产业？这分明就是一个政治控制的工具。你以为你买了一辆新能源车，其实你是花钱买了一个随身监控器。更讽刺的是什么呢？这些电动车最后的下场可能比共享单车还惨。现在中国多个城市的郊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电动车坟场，成千上万辆电动车就那么堆在那里，锈迹斑斑，长满杂草。这算什么？这就是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，就这么被糟蹋了。有专家预测，这个行业在未来3到5年内可能会走下坡路。难怪未来的李斌都说，未来2、3年是生死攸关的时候。我看啊，不光是未来，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怕是都要完蛋。最近，特斯拉又在中国开启了新一轮价格战 ，Model Y 直接优惠1万，小鹏跟进就给了3万的补贴，未来更狠，直接拿出10个亿搞补贴。这不是在卖车，这是在比谁先死啊！说到底啊，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大跃进式的政绩工程。政府一边拿着纳税人的钱补贴，一边又在
搞什么全民监控。最后呢，企业破产了，工人失业了，车子变成废铁了，但是那些官老爷们的政绩已经记到档案里了，升官发财的目的也达到了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改善民生上，用在教育医疗上，会不会比造这些烂尾车强得多？但是没办法，在这个体制下，政绩工程永远比民生工程重要。看来啊，这个新能源汽车梦最后可能会变成所有中国人的一场噩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这个体制下，又有哪个梦不是噩梦呢？